月华这招金手铐能锁住王一博吗？深度解读1.51%股权背后的博弈。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咱们不聊八卦，来聊聊资本，聊聊娱乐圈里这场备受瞩目的留人大战。就在2026年3月25日，乐华娱乐突然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官宣拟向艺人王一博授予股权激励方案。这消息一出，不管是娱乐圈的吃瓜群众，还是资本市场的投资人，眼睛都瞪大了。为啥？因为时间点太微妙了。大家都知道，王一博和乐华的合约将在2026年10月到期，满打满算，离分手或者续约的大限只剩不到7个月。这时候，乐华突然拿出一个涉及1.51%股权的提案，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急着想要挽尊，试图用资本的纽带把这位核心艺人牢牢绑在战车上。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我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焦虑感。这不像是一个从容的奖励，更像是一次紧急的维稳行动。咱们先扒一扒这个方案的具体细节，这里面低门道可不少。乐华公告里说，拟授予王一博1250万股受限制股份单位，认购价格低至每股0.01港元，名义总价值大概2450万港元。乍一听，送股份吗？总是好事，但咱们得细看条款。这股权不是一次性给你的，而是分4年解锁，每年只能拿25%。更要命的是，在没解锁之前，王一博没有投票权，也拿不到分红。这就意味着，这4年里，他名义上是股东，实际上只是个看客。而且条款里还埋了雷，如果中途解约、违约或者有违法行为，乐华有权无偿收回所有未解锁股份。从法律层面讲，这其实是一个以长期合作为前提的赠与合同。我个人觉得，这种设置更像是一种对赌，把艺人的未来4年完全押注在公司的稳定性上。对于处于事业巅峰期的艺人来说，这种束缚感其实挺强的。再来说这个股权的含金量，这就更有意思了。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乐华娱乐当前的股价较历史高点已经跌了78%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售股，有律师分析得很透彻，这时候给股份，对原有股东的稀释成本最低，说白了，就是用贬值的股权去锁定核心资源。对于王一博来说，他承担的是公司经营和市场波动的风险，但实际收益可能远不如他现在的商业价值。咱们算笔账，王一博现在的一个代言收入，可能就直接覆盖了这个股权的名义总价值。用4年的自由去换一份可能缩水的资产，这笔买卖划不划算？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乐华在利用信息差，试图用低成本换取高绑定，诚意虽然有，但性价比确实存疑。资本市场的反应往往是最真实的。公告出来的第2天，3月26日，乐华娱乐股价确实涨了，报2.03港元，涨幅3.57%，总市值回到了16.87亿港元左右，成交量也上去了，说明有资金在进场。市场普遍认为，这是股权激励释放了权力留人的信号，给投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咱们仔细读公告就会发现，里面只字未提王一博续约的具体进展。这其实间接印证了一个现状，合约还没续。股价的短期回升，更多是情绪面低修复，而非基本面的彻底反转。我个人的感觉是，投资人心里也清楚，王一博去留才是关键，这个方案只是缓兵之计，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说到考验，就不得不提乐华对王一博的依赖程度。财报数据显示，王一博目前贡献了乐华娱乐超60%的营收，这在行业内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乐华被市场戏称为王一博概念股，
公司的估值几乎就是绑在王一博一个人身上的。对比一下行业内其他案例，比如东方甄选当年给董宇辉提供的激励，那是股权、独立平台、分成组合权、力度和尊重都给足了。而月华这次仅推出单一股权方案，且比例与王一博的营收贡献率并不匹配。说实话，作为一个靠一人起家的公司，把保全压在一个人身上风险极大，一旦这个人走了，股价和营收结构都会发生地震。月华管理层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点，所以这次的急切完全是出于对核心资产流失的恐惧。咱们再把视角转到王一博这边，看看他现在的底气在哪里。从发展现状来看，王一博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公司全方位喂养的新人了。他成立了自己的个人独资工作室，注册了全品类商标，近年来的纪录片探索心境、巴黎时装周等活动均由自有团队主导。这意味着他在内容制作和个人品牌运营上已经逐步脱离了月华的资源体系，具备了独立造血的能力。商业层面更不用多说，手握超30个代言，覆盖汽车、奢侈品等高端领域，商业号召力稳居亚洲第一梯队。名下还有3家存续公司，具备独立运营的基础。在我看来，现在的王一博本身就是一个优质的资本体，他需要的可能不再是被管理，而是合作甚至主导。那么，这个股权激励方案到底生效了吗？截至目前，这仍处于月华单方面的提案阶段，后续还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最关键的是需要王一博本人签字同意。4年的解锁期加上严苛的退出条款，使得该方案被部分市场人士称为金手铐。对于王一博当前的商业实力而言，他如果选择自主投资，获得更高收益的机会比比皆是。这时候接受金手铐，意味着要放弃部分自由和潜在的更高收益。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话语权的问题。艺人发展到一定阶段，追求的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掌控力，而月华的这个方案某种程度上是在回收这种掌控力。行业分析和粉丝群体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可以说是两极分化。多数行业分析认为，月华推出该方案本质是应对核心艺人流失的焦虑，试图通过资本纽带实现长期绑定。但受限于股权价值、条款设置及王一博的独立发展态势，长期绑定的可行性存疑。毕竟，娱乐圈4年太久了，变数太多。而粉丝群体的态度则非常理性，多数粉丝表示尊重哥哥所有决定。这说明现在的粉丝文化也在成熟，大家更看重艺人的长远发展，而不是盲目的与公司对抗。我挺欣赏粉丝这种态度的，毕竟路是艺人自己走的，旁人再着急也没用，尊重专业判断才是最大的支持。总的来说，这次股权激励事件是月华应对王一博依赖症的一次典型尝试。它既向资本市场传递了维稳信号，试图稳住股价，也试图用利益挽留核心艺人。但这招能不能奏效，还得看王一博买不买账。王一博合约到期后的去留，不仅关系到双方的未来发展，也将对月华娱乐的股价及营收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续约，月华估值修复；如果独立，月华面临重构。这场博弈不仅仅是艺人与经纪公司的合同纠纷，更是中国娱乐产业从经济主导向艺人主导转型的一个缩影。最后，我想说，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标志着内娱顶流艺人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对于月华而言，或许该思考如何摆脱对单一艺人的过度依赖，建立更健康的艺人梯队。对于王一博而言，无论选择留下还是离开，都需要为未来的独立航行做好更充分的风控准备。咱们作为旁观者，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等到2026年10月合约大限来临之时，这场关于资本、人情与梦想的博弈，自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后续双方的每一次互动，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毕竟，这不仅仅是八卦，更是商业逻辑的实战演练。